青青朝如画，莫会心中念。600年前，一位落魄的画家，倾尽最后一颗命数，画出了一幅美人图。他本愿画画中仙，可无奈嘴角鲜血滴落于画卷之上，使画中美人添了几分怨气，画中仙变成了画中妖。画妖，你的本体不过是一幅画，如今凡间正是乱世，符咒、弩箭、刀枪，随便一种都能伤了性命。烦死了！你到底去不去？画妖，你天生灵气充沛，100年后定可成仙。此时下山，实不明智。婴儿，若是子安哥哥培育生策，莫说下凡，想来上天也并非难事。你这丫头，本想要保证，只要找到本体画卷，我便立刻回山，绝不逗留。唉，子安，地府鬼差你躲了几百年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。若一直留在不属于自己的人间，你早晚会形神俱灭，这可是6界中最极致的痛苦。莫非子安不怕？若是投胎，怕是有只小妖会哭死呢。莫非子安勾搭了别的妖精？勾搭了一只画中妖。画妖，答应我，取得古画，我们便回山，一辈子不再踏入人世，好吗？小妖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刷牙了吗？我是鬼，不需要刷牙。哦，对了，再来，这次本妖保证绝不打断。客官，您别光顾着泡澡啊，出来玩玩呀！让你找客栈，你这找了个什么地方？醉春楼能住宿，可以泡澡，这难道不是客栈吗？王爷，若让长公主得知您夜夜醉于这等风月场所，恐怕免不了一些麻烦啊。画妖，阔别京都几百年，我想独自回故地看看。我陪你一起。不用，你在此地等我便好。他身上的气息好熟悉啊，难道？他身上的气息好熟悉啊，难道？公子，江墨，你与本宫早有婚约，如今却夜夜与醉春楼为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天下不是看到了吗？本王喜欢这等风月场所，莫说未娶殿下，即便娶了，本王也会夜夜来此消遣。江墨，你在骗本宫对不对？等等，我只是一只路过的小妖啊！殿下看见了吗？若殿下仍是不信，本王不介意让殿下在旁观摩，学习房中之术。你，哼！这是赏赐，今晚你便来侍寝吧。侍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本王累了，扶本王回雅间休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让我扶他？不然呢？让我扶你？子安都没这待遇。哼！小小，即便神心俱灭，我穆子安也定要你重见天日。子安，我早就已经死了，这份执念你也该放下了。小小，画阳成仙之日，便是你复活之时。我穆子安贱命一条，死便死了，可你不一样，懂吗？这对他不公平。可是这世道对我们公平吗？小小，我能画出你的形，可是我画不出你的魂。画阳只是你的替代品，而你无可替代。你跑哪儿去了？王爷等你半天了。等我？别磨叽。你是新人吗？瞧着挺眼生。我刚住进来。倒也难怪。你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。成熟男人的体香，小姑娘的最爱。若是喜欢，本王脱下衣服，姑娘尽管的。不必。本王要休息了，你便睡地上。谁让睡地上？我自个儿有地方睡。贪心的女人，欲擒故纵对本王不管用，你不就是想要银子吗？本王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快放开我！若是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本王亲了你？我的初吻，
本王不喜欢你，为你也给人做戏。姑娘既不愿就地而眠，那便睡床上吧。本王可以委屈一些。华阳啊，华阳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为什么不直接走啊？亲你干嘛？地上太硬了，睡不习惯，委屈不了。他好像也没怎么讨厌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又何必吊死在风流树上？此事本宫已经禀告父皇，若是王爷一味如此，本宫不介意屠了醉春楼。你敢威胁本王？本宫这是喜欢你。自古以来，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心甘情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夫君，更别提本宫贵为公主。哼，公主还是那么喜欢自以为是，总以为有权便可为所欲为。你脑子被驴踢了，快放开我！若是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本王轻烂你的嘴？难怪如此熟悉，本王终于想起来了。来人，前往醉春楼，本王要为他赎身。可是王爷，公主说过，是。什么？已经走了？那位姑娘不是我们醉春楼的人，昨儿个一早就离开了。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切，真不该随你下山。我好歹是活了几百年的大鬼，竟做起了这等偷鸡摸狗之事。子安，我感觉到了，本体画卷就藏在王府内。也曾经讲过，若是画卷有损，我即便不死，也会元气大伤。自己的命还是要自己做主，不是吗？好吧。王府是有屏障，我进不去。子安，等我带去的画卷，我便引你一起回山。姑娘所求何物？不妨说来听听。你知道我要来？初见华小姐，便觉熟悉万分。辗转数日，本王终于想起来了。本王祖上有一幅画卷，其内女子与华小姐有9分相似。华小姐名不虚传，果真如同画中走出的一般。那幅画能不能给我？祖上有训，若有朝一日见得画中女子灵逝，后人需立刻毁掉那幅画卷。有没有别的选择？嫁给本王，本王便将画卷交予你，如何？嫁给本王，本王便将画卷交予你，如何？不行，我有喜欢的人，况且王爷已经有婚约，此事万万不可。莫非姑娘真对本王毫无感觉？啊？什么？那便是同意了。你这人怎么……本王从不讲道理。华阳，跟我走！画师，你躲了地府阴差几百年，如今终于舍得露面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画师喜欢上了风月楼里的姑娘，却苦于没钱替她赎身，最终相思成疾，彻底……住口！我要你死！你是风妖一脉，难怪你清楚我的底细。华阳，看清了吗？你的长相似画中女子9分，可她对你的虚伪却有10分。站住！若非看在华阳的面子上，今日你必然魂飞魄散。本王王爷，前几日您一直在打探华小姐的下落，如今人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您为何要站在屋外啊？太医说过，华阳需要静养，本王不便过多打扰，站在屋外等待即可。自本王记事起，便受先辈所托，日日观摩你的画像，如今终于见得真容，哼，却反倒不知话从何起了。木儿，这画中女子你可要记住了，若有朝一日得以相见，你一定要杀了她，或者毁了这幅画。这位姐姐生得如此好看，杀了多可惜，不如木儿娶回家做媳妇儿。傻孩子，我们风妖一脉的职责便是除尽天下邪祟。画中女子虽美，
可他却已变成妖物，跳出了这幅画卷之外。姐姐放心，若是木儿以后遇见你，一定不会伤你分毫。妖与人一样，有好妖，有坏妖。姐姐面相兰心蕙质，想来一定是心善的好妖。你为何不进来？他已讲过，杨儿需要静养，若是擅自打扰，出现差错，本王岂不是变成罪人？王爷，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伤势好点了吗？已经好了，我要去找子安。他不喜欢你，你又何必这般执着？那晚子安一定是被逼无奈，我不怪他。本王不准你离开，况且他已经死了，你去哪里找他？你说什么？木子安已经死了，本王亲自打碎了他的魂魄，他连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胡说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自欺欺人。子安，是我连累了，我不该强迫你随我下山，都是我的错。华阳，你初到凡尘有所不知，我们人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你想不想去看看？若是不喜玩乐，本王府上厨子技艺高超，你想吃什么，他全都能给你做出来。清蒸石鲜，红烧狮子头，桂花糖糕，是不是想想口水就流出来了？华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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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唉，怎么样？华小姐毒性入骨，如今已无药可治，王爷节哀顺变。会这样？华阳，木子安到底哪里比得过本王，以至于让你连命都不要了？撞进人间良辰夜，才惜有前缘，命中注定的穿越。风妖一脉，即造化于此丹，代代相传。没想到，如今便宜了你这只小妖精。我怎么还活着？本王问过地府鬼差了，他说你长得太丑，不愿意收你。你阻不了我死。城南观音庙有你心心念念之人，子安没有死。谢谢你。本王累了，你赶紧走，本王看着心烦。子安，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小小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只要再过几百年，华阳便能得道升仙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唯一的机会。子安，瑶儿，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？子安，我们回去吧。相比于画卷，我更希望你能活着。好，瑶儿，我们回去，一辈子不再踏入凡尘。今日公主与王爷大婚，为何只见公主不见王爷？前些日子王爷得了一种怪病，一直卧床不起，看样子时日无多了。只是可惜了公主年纪轻轻便要守活寡。你们口中的王爷可是江墨？京都难不成还有第二个王爷？瑶儿，怎么了？没事。王爷，新娘子到王府门前了，您不去迎接吗？走吧。您这身衣服恐怕不妥。无碍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辞别的。王爷，成仙之前，我恐怕不会再下山了。多久？最少300年。300年，够本王死10次了。你的病？前些日子感染了风寒，太医说疗养一段时间便可康复。好。那幅画卷，你还要？你舍得给我？不愿杀你，不愿焚化，留着也只是一卷废纸。若你喜欢，便拿走吧。那当初的承诺？若你愿意，本王自然欣喜。瞧着公主的婚辇了吗？本王一脚给她踹下来，你上前坐。亏你讲得出来，我相信王爷。画卷，王爷便留着吧。王爷保重。好。祝愿风信心似故，景色难言，着实有何？江墨，本宫在王府前等了你半个时辰，你却在这儿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
江墨，本宫在王府前等了你半个时辰，你却在这儿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殿下莫要误会，他只是本王的一个朋友。朋友？王爷那日在醉春楼所行之事，真以为本宫忘了不成？江墨为你茶不思饭不想，整日夜不能寐，甚至不惜将传承千年的灵丹用来救你性命。本宫倒是好奇，你究竟有多大魅力？灵丹那是什么？张家祖上便是封妖师，一颗灵丹传承千年，如今看来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王爷，灵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滚！本王无心回答你的问题。好，我滚。江墨，本宫自幼便心目于你，你对他的爱为什么不能施舍给本宫一点？宴席要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莫误了吉时。吉时只是一个幌子罢了。江墨，以前是本宫强加于你，若你现在不愿拜堂成亲，可以不去。本王已经答应娶你，殿下还想怎样？本宫不需要施舍。江墨，本宫要你说爱我。恕难从命。你心里装不下本宫，本宫便毁了你心中所念。两位，这是要去哪儿？臭道士，别多管闲事！施主不踏往生之路，一直跟随在这位姑娘身边，莫非只有吸干她的灵气，施主才会善罢甘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位朋友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若非他整日吸收你体内的灵气，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子安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在骗你。华阳，我们走。我不走，你给我个解释。他骗了你几百年，如何给得了解释？我是骗了你几百年，可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难道我魂飞魄散之后，你不会难过吗？你说什么？华阳，我可是陪了你几百年，代价不过是吸了你一点灵气罢了。别办，便让贫道送两位施主踏往生之路吧。现在也是为了我好吗？我的魂体极为脆弱，就算我不躲到你身后，你肯定也愿意为了我挡下这道术法。我说的对吗，央儿？若是我说不愿呢？央儿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。穆子安，你这副虚伪的嘴脸真令我恶心。我这也是无奈之举，若是死在那个臭道士手中，我连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这就是你扔下他独自逃跑的借口吗？总比我们一起死要好。只要我活着，你就有重生的希望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，小小。可我更愿你死在那里，这样兴许我还能看得起你。苏小小，我等了你几百年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穆子安，我看错你了。外面什么动静？上次那个画师全身上下凑不出1两银子，竟然还指名道姓要见你。我去看看。姑娘，我们是卖艺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今日想听什么曲子？凤求凰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将情带雨戏，聊写衷肠。小小，我一定会为你赎身的。公子的画很美，可是只有我会欣赏。若是靠公子卖画替小小赎身，那一日恐怕很遥远。给我使劲打，上去长点记性。整日心心念念一个穷画师，如今竟连曲子都弹不稳了。那日后，我呕心沥血为你做了一幅画，可你却再也看不到。即便是我后来化身厉鬼，屠了整个风月楼，也挽回不了你。所以这次，我绝不允许再失去你。传承千年的灵丹，没想到已经彻底吸收了。谢谢你让我知道真相，可你软软得死。小树写起多数，他哭他退，缓缓不然
房内闷热，本王出去转转。王爷，今晚你可以把本宫当做任何人。可本王不愿，殿下不是外人可以代替的。王爷是想说本宫代替不了华妖，对吧？王爷不亲身尝试一番，怎知无法代替？江墨，小妖已经没有可以值得信赖的人了，除了你。可现在，你也不是。飞雪掀白浪，云烟飞撞，影拼搏。姑娘，有酒有美男，您要什么？全要。本姑娘不缺银子。那一日后，我便忘了初心，成仙也好，入魔也罢，都与我再无关系。只有醉酒以后，忘记自己究竟是谁，我才能感到些许心安。姑娘，我们继续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墨。姑娘您忘了？没忘，只要与我在一起，你便只有这一个名字。可记住了，原以为这种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那一天的到来。酒，本姑娘的酒呢？姑娘，这酒都被隔壁雅间的客人包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好大的威风！去你的！敢跟姑奶奶我抢！对不起，走错地方了。站住！完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何事？门关上，谢谢。好。这一场踏尽山水，数多少离合远去，停在他肩头如蝴蝶起歇。他越过刀光剑影的窗。那日再见江墨，他与以往截然不同，他好像彻底不记得我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姑娘鬼鬼祟祟要干什么？本王可警告你，每年潜进王府偷东西的贼，不是凌迟，便是被腰斩。你可莫要有这种念想。没有，我只是凑巧路过此地。若是本王没记错，光今天你便路过王府10次。是吗？夫君，瞧这天气不出意料，一会儿便要下雨了，我们快些回去吧。好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我的心好疼。江墨，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没印象。若姑娘闲来无事，可以说说我们的过往，本王权且当个故事听。王爷不介意？但说无妨。江墨，那时候你很傻，你喜欢我不敢说，于是整日屁颠屁颠地跟在我的身后，祈求我多看你一眼，甚至还带我游遍了京城所有好玩的地方。然后你还命你府上的厨师为我专门做了一桌子的美食，什么清蒸石蚬、红烧狮子头、桂花糖糕，应有尽有。故事很好，但将本王说的过于卑微，你不怕本王砍了你？现在不好说，但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伸出头让你砍，你都舍不得下刀。无聊。不知所求为何，我只觉自己欠江墨太多，这份恩情恐怕毕生难以还清。也是在后面我才知道，风妖一脉的灵丹代表什么。风妖一脉，准确的来说是修士，我们王爷便是风妖一脉的传人，只是可惜了。发生了什么？1年前，王爷为了救一名叫华央的女子，把灵丹给了出去。灵丹之中传闻蕴含庞大的修为与寿元，风妖一族代代相传，这可是比自身性命都重要的东西。最后那名叫华央的女子活了过来，可王爷，唉，谢谢你。姑娘瞧着眼生，敢问芳名为何？华央。这几日你天天来看本王，若是被王妃瞧见，指不定得被误会。王爷倒是提醒我了，王妃去哪儿了？她回宫了，或许过几日便可回来。今天你又带来了什么故事？今天是故事的尾声了。洗耳恭听。你说让我嫁给你？姑娘说笑了，本王怎会娶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？此话可不能乱讲，若让王妃得知，她可要不高兴了。你知我知。姑娘瞧着眼熟，昨日本王闲来无事翻看杂物，偶然发现了这幅画卷。姑娘与画上的女子甚像，想来这便是缘分。此画便赠与姑娘。谢谢你。千辛万苦求而不得的画卷，没想到竟被他以一种丢垃圾的姿态扔给了我。
你怎么来了？嫣儿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，如今可算找到你了。当初丢下我不管不顾之时，怎不见你有今日之态？你这是干嘛？我自知对不起嫣儿，若是嫣儿恨我，可尽管打骂，子安绝不会有任何怨言。子安，你本可不必这样。若能消嫣儿心头怨气，即便受千刀万剐之痛，我也在所不辞。当初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。真的吗？嫣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千刀万剐，一刀不能少。我替你数着，说你真可以做到，我便原谅你。放心，你为鬼只会感到疼痛，并不会真正死去。你怕了？穆子安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？你解释一下，手上的刀伤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不小心伤到的。我观此画数日，方才得知，这幅画虽是我的本体，可我们之间早就没有联系了。我现在是一只独立的妖。我不懂嫣儿的意思。600年前，你耗尽毕生心血与命数，画下了这幅画，可你不甘心这么死去，于是执念成魔，寄存于画中，让地府的鬼差寻不到你。待画中女子有了灵气，你便日夜吸食她的灵气养魂。那女子好不容易修成妖体，你又常伴其左右，美其名曰陪她，这一陪便是600年。穆子安，虚伪的面具戴久了，便摘不下来了。嫣儿，这只是你的猜测，算不得真。那我便烧了这幅画，看看死的是我，还是你。别逼我。那我便烧了这幅画，看看死的是我，还是你。别逼我。忍不住了。子安，别执着了，这世间不属于我们。不行！我等了600年，整整600年啊！小小，你为什么不能可怜一下我？这一场踏尽山水，数多少离合圆缺，停在他肩头若蝴蝶。小小，让我这样死了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子安，转世还要寻你，多累啊！你走开！你不该有此下场。花阳姑娘，快替子安说句对不起。子安，我们终于解脱了。江墨，我要回去了，这次是真走。这次？难道还有上一次？总之，我可能不会回来了。好，你赶紧走吧，若是被王妃瞧见，指不定得被误会。好。有多庆幸遇见你，就有多未斩凡尘如何成仙呢？不过是守着一座空山，念着一个不存在于世间的人，孤寂一生罢了。也是可怜呐，这妖的一生何其漫长啊！华小姐已经离开京都了。好。本王剩下的时日不多了，所以本王要你陪我演一出戏。若是我不愿呢？这段日子，本王会好好对你，犹如真正的夫妻一般，这也是本王欠你的。好，这出戏本宫陪你。嫣儿，今日本王亲自为你作画。本王画的如何？极美。本王心里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确实挺丑的，但是她在本王心里美就可以了。嫣儿，本王累了，你应该不介意本王躺在你怀里睡一会儿吧？江墨，嫣儿，休书在本王书台上，你签个字就可以了。名正言顺改嫁，也不至于受祸寡。好，你死了以后，本宫一定寻个好人家。本王可以放心了。
20年了，江墨，你的娃娃应该也已经到了娶亲的年纪了吧？真好。请问这里还是江王府？江王府，听先辈讲过，此地400年前好像确实有一个王爷，不过姓甚名谁就无从而知了。400年，原来我在苦崖边已经做了400年。这个我清楚，当时我祖上便是这府里的一名伙计，传闻那位王爷相当命短，年纪轻轻便死了。他可曾有过后人？成亲后第2年便死了，哪来什么后人呢？谢谢。姑娘，可需作画。江墨啊，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只是一名画师。若姑娘不嫌弃，可否让在下为姑娘做一幅画？为何是我？不知为何，在下觉得姑娘特别眼熟，好像在梦里见过。你确定自己是画师？在下正在学习中，不过我师父可是一名真正的画师。若姑娘不嫌弃，可以让他来为你做一幅画。徒儿，让你去打酒，你竟然跑来勾搭良家女子。师父，可否为这位姑娘做一幅画？姑娘如画中仙子，在下无需作画，因为姑娘自身便是一幅世间绝品。先生谬赞了，你这名徒儿，可否借我几天？哎呀呀，这……从今以后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姑娘这几日一直带在下玩乐，莫非另有所图？公子生得如此俊俏，说是整日作画，岂不虚度光阴？你的意思是？没错。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可告诉你，此事我绝不同意。啊！你难道不是要把我卖到花楼？亏你想得出来。那是本姑娘身子虚，夜里体寒，需要一位如意郎君暖床。姑娘，你打呼噜吗？小女子睡觉不喘气。不是说回家吗？这里便是我家。曾几何时，我在此地做了400年。400年，真久啊！你不怕我是妖怪？姑娘蕙质兰心，就算是妖，也是好妖。况且在下巴不得姑娘是妖怪。凡人一生何其短暂，若姑娘为妖，便不用再受生老病死之苦。抱着我啊！哦，好。这座山便是我家，若公子愿意，我们明日便可在竹林中搭建出一间属于我们的小屋。好。公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江怀妖。